钻石仿佛是非洲人的眼泪，而没有钻石的国家没有战乱，但日子却过得依旧凄惨。我们继续往北，来到马拉威，东南非的内陆国，面积约3个台湾大，但是国民所得一年只有184块美金，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更可怕的是，艾滋病泛滥，马拉威人平均寿命不到37岁。而且有90%的马拉威人都是住在没水没电的茅草屋里，穷得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样的悲惨世界？飞机在布兰代机场降落，我们进入马拉威的领土。一离开城市范围，路边景色也开始从殖民式建筑物转换成传统的茅草泥土屋。马拉威是内陆国，被东非大裂谷贯穿，全境珊瑚交织，3/4的国土都是1000公尺以上的高地，1300万人口，90%居住在高原部落的茅草屋，以农为生，看天吃饭。连外的交通要道，随时都像被台风、地震摧残过的土地。但马拉威没有这些天灾，唯一能解释的是，这里从未被真正开发过。这一天，我们翻山越岭，跟着社会局和孤儿关怀中心的义工一起来到部落接小朋友。因为我们要接这些3个小朋友，他还有为了，还有他为了我有3个，还有他们没有爸爸也没有父母。听说他们的爸爸是因为车祸才往生了，还有他的妈妈是因为生病，往生了。那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呢？你那么富了 ？Gift。La Beca。他的名字是叫 La Beca。La Beca。Where are you? Pempero。Pempero。Where are the sweet？ 还有这个房子不是他们的，是一个 CBO， 他们很多家庭就捐一些钱，让他们住这里，就是租的，不是他们的，他们没有房子。这个都是他们住的地方。这是客厅。哦，这是客厅。对，你外面看到的椅子不是这里的，他们是借的，因为今天他们知道有客人会来，所以他们借椅子。他们住的房间，这个都是他们住的房间。下面会放一个毯子，但是白天的时候也会拿出来晒，有的小朋友会尿床。那这个有电吗？这个没有，是假的电。假的灯泡。对，没有，所以这不会亮。没有电。它这个贴满了这些报纸、杂志，就是会漏雨吗？还是什么？没有，这是让这个地方漂亮一点。这个是怎么讲？壁纸。对，他们的睡觉的房间。这个房子有2个睡觉的房间。这个比较大，比那个还大。所以他们没有床，他们会用这个来睡觉，然后下面会放这个毯子，毛的。然后衣服会放这里。破烂竹席、泥造的房屋，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这就是3个小兄妹的家。经过和当地酋长沟通，基福特3兄妹即将被带往新的环境。高兴。
因为有人要去照顾他们，所以很高兴。同村的孩子追着我们的车子，是羡慕还是不舍，难以得知。但这样的情景在马拉维似乎经常上演。全国共有200万名孤儿，以我们造访的内农县为例，10万人口就有12000名孩童没了父母，而且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We have some culture in the district that are promoting HIV and AID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cultures that promote men to have more wives, so that as a result, not all women are more careful. It's not like that, and this is contributing HIV and AIDS. 一夫多妻加上巫医信仰，认为只要把病传染给处女，自己就会没事。因此，在马拉维，艾滋病感染率14.2%，全国有高达40%的人口，520万人都是 HIV 带原者，而90万人已经发病。女生12岁就会和男人结婚生孩子，有些没有婚约，也不懂避孕，一个妇女平均会生6个小孩。但因为艾滋病，不光是大人病死，婴儿夭折率更高达10%。因此，马拉维人平均寿命活不到37岁，在这里，老人成了稀有国宝。没有丰富矿产，让马拉维成了非洲少数没有内战、政局稳定的国家。小学学费全免，但多数学童平均要花2个钟头才能走到学校。资源缺乏，8个人得共用1本课本，上学变成一项苦差事。有高达40%的人都是文盲，教育程度低，劳动人口少，让马拉维一年国民所得只有184美元，等于一天只赚台币15块，成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看到这里用泥土造的小茅屋，没水没电，而且和家畜家禽生活在一起，在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在这里，有85%的马拉维人都是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走进其中一间茅草屋里，约2平大，不见天日，没有家具床铺，却住了5个人。他有3个小孩子，包括他都是4个人，还有他先生5个人。5个人。这个就是煮饭的地方。屋子中间散落一地的玉米棍，算是厨房兼餐厅。屋角2只孵蛋的母鸡，就是妇女所有家产。把玉米捣碎做成玉米粉是马拉维人的主食，在这里要吃到肉类是重大节庆时才有的奢侈。小朋友围观的蚂蚁窝，或是手上拿的虫，竟然是孩子们日常的蛋白质来源。因为营养不良，面部浮肿，肚子更因为充满寄生虫而肿大。医疗资源短缺，在这里活过5岁都算奇迹。没有水，没有电，家家户户穷到什么都没有，过着原始的中世纪生活。一条牛有时候可以换到1个女人，人命在这里丝毫不值钱。现代社会该有的生活品质和休闲设施更是天方夜谭，求一餐温饱才是人生唯一的愿望。6小时的颠簸车程后，我们回到10%人民居住的城市，水电是有了，生活水准提高了，但同样面临危机。马拉维境内每一个加油站都像现在这样子大排长龙，因为国内正在闹油荒，有的人等了1个星期还加不到1滴油。排队加油的车龙至少绵延300公尺，更有人提着油桶步行来加油。当地媒体爆料，现任总统穆萨瑞卡
就职后任意贷款给邻国，而且大肆挥霍，包括花1590万美元（4.7兆台币）购买总统专机，再花300万美元（近1亿台币）购买22辆的宾士车，导致外汇储备几近为零，无法支付购油费用。加上英国大使因为批评他贪污腐败，被逐出马拉威，英美一起进行经济制裁，限制油品进口。人民买不到油，民生物资狂涨，一条吐司每天涨台币10元，人民愤怒情绪高涨，看到带着摄影机的我们，立刻挑起敏感神经。但被批评贪污的政府高层似乎视而不见，拿得更明目张胆。在马拉维机场，我们就必须先把美金现钞藏在袜子、鞋子里闯关，因为只要一被海关人员搜到美金，就会全被没收。1个月前，一名美国女生带了1万美金来非洲旅行，最后全进了海关人员的口袋。当我通关时，身无分文，海关人员竟然质疑为何没有留些钱给他。黑暗大陆因为官员的贪婪人性，似乎显得更黑了。都是非洲，就是贪污的情况也很普遍，每一个人都知道，很多人会心里不舒服，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些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一颗颗糖果让孩子们脸上浮起了笑容。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几十年来在马拉维投下了天文数字的人道救援，却没有丝毫改变这块土地。一张张天真的脸庞，在贫穷与艾滋病交织的环境下，随时可能消逝，或是堕落成另一个贪腐的种子。马拉维人因为亲切友善，被称为非洲温暖之星，但在贫病贪无止境的循环下，我们没有感受到温暖，却体会了马拉维人无力改变命运的现实冷酷。贫困又贪腐的马拉维犹如悲惨世界，但你相信吗？这样贫穷的黑色大陆，竟然存在着10万个身价总值超过6800亿美金的大富豪。下段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直击1个非洲，2个世界。